结婚纪念日那天，老公绑架了我，无影灯发出白惨惨的光，我被挖出了心脏，移植到他的白月光，我的季姐身上。主刀医生是我爸爸。白月光醒过来，对着他露出一个诡异的笑，老公吓得一个机灵跌坐到地上，牙齿打颤地问：你到底是谁？疼。刀刃哗啦一下划开皮肤，是那种干巴巴的痛，血肉与金属对抗的痛。心脏骤然剥离身体的失落和空虚，我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弹出肉身，飘荡在半空中，看到爸爸捧在手心里那嫣红的一团，仍保留着有节奏的频率，鲜活的跳动。那是属于我的心脏，正被小心翼翼地放进另一具身体内。我真切地感受到，原来人的死亡是渐次的，先是灵魂剥离出肉体，其次才是各个器官逐个停止工作。我分不清他们的顺序，反正此刻我的心脏还是活的。它脱离开我的肉身，竟然还能活着。它将会在阿饶的体内继续生存。我顿时有种被抛弃背叛的感觉，不仅仅是老公、爸爸，还有自己的心脏。阿饶是我的姐姐，确切地说，是继母带来的拖油瓶。我妈去世以后，阿饶和她妈妈孙怡出现在我家里。那时候我7岁。阿饶有先天性心脏病，随着年龄渐长，他的心脏出现疲于奔命的衰竭状态。爸爸一直在帮他寻找可以移植的供体。血淋淋的遗体横在爸爸面前，他的墨镜后面透出2道阴鸷的目光。他真的是我的爸爸吗？他会为了妓女牺牲自己的亲生女儿？为什么我的心脏能够与阿饶配型成功？2道细长的影子慢慢闪现，我大惊失色，仓皇中慌不择路，一头撞进阿饶的身体里。黑白无常的声音听不出男女，尖得像哨子一样，又像夏天午后的知了，让人心烦。程阿福，程阿福，快点出来随我们走。我紧紧地闭着眼睛，假装看不到他们。呜呜，耳边传来阿饶嘤嘤的啜泣，你们不要抓我，我没死。没死。程饶，黑白无常惊疑地叫，你的阳寿未尽，出来干什么？呜呜，我不知道。原来他是被我挤出去的程饶的灵魂。我惊喜地睁开眼睛。啊，怎么回事？有人惊吓过度，哐啷一声器械落地的声音。阿饶，爸爸低哑的嗓音响在头顶。镜片后探究的眸子与我的目光对视，眉头皱紧。你醒了，不能让爸爸看出是我。目光1秒钟变懵懂，没有聚焦地从他脸上划过，茫然地投向半空的虚无中。没事，麻药还没过，不可能醒，可能是无意识的肌肉活动。爸爸低声安抚受惊的助手，再打1针麻醉，缝合。手术继续中。阿福，你出来！程饶的灵魂焦灼地在他的身体上方飘来飘去。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但是你的阳寿已经尽了。你看，黑白无常来抓你了。我不敢发出声音，饶有兴味地打量程饶。原来灵魂是半透明状态的，类似于凝成人形的雾气，竟然能把程饶的灵魂挤出来，进驻到他的身体里面。这对我来说真是出乎意料的惊喜。是不是说我可以在他的肉身上重生？黑白无常无奈地瞪着我，他们没办法把我从肉身中抓出来，又不能带着阳寿未尽的程饶回去交差，纠结地抓耳挠腮，脸色更加青白了。程饶的灵魂在我眼前跳来跳去，威吓与祈求软硬兼施，我索性闭了眼，真的睡了过去。再度醒来，已经被移到了病房里。只是这个病房有些奇怪，窗帘严严地遮住玻璃窗，室内的灯光昏黄暗沉，墙壁竟然是深绿色的。黑白无常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，只剩程饶那张清辉的脸围着我飘来飘去。他目露凶狠，双手做利爪状，直直地抓向我的胸口，在触及肌肤的刹那，倏地隐没不见。他收回双手，不可思议地看了又看，呜呜地痛哭起来，只是没有眼泪。我心情愉快地欣赏他的绝望无助，
就像我躺在手术台上被痛醒来的那一瞬间。要是我没有把他挤出去，此刻的我比他更要万念俱灰，恐怕已经被黑白无常抓去投胎了。可是我不甘心，我要弄清楚，为什么一直爱我如宝的丈夫会背叛我？为什么一直对我宠溺有加的爸爸会亲手取走我的心脏？骤然一种莫名的恐惧攫住我，也许探究出来的真相会令我生不如死，我是否有勇气承受这一切？有了逃遁的冲动。病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，老公郑驼探出一张谨慎的笑脸：“阿饶，你醒了。”他什么时候对程扰这么温柔了？他忘了程扰瞧不起他，一直欺辱他。他经常在我面前咬牙切齿骂程扰的时候了。我转动程扰的眼珠看向他，露出一个诡异的笑。郑驼吓得一个机灵，跌坐到地上，牙齿打颤地问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他认出我了。怎么可能？头脑一阵恍惚，我又轻飘飘地浮在半空中了。我怎么出来了？俯视病床上的程扰，他的眼神茫然了一瞬，继而惊惧的眼珠乱转，四下张望，忽地聚焦在郑驼脸上，愣了1秒钟，哇的一声大哭出来。郑驼忙不迭地抱住他，柔声安抚：“阿扰不哭，乖。是不是很疼？很快就好了。你有没有看到阿福？”程扰抽噎着抬起惊恐的眼神，他和我抢身体，他把我挤出去了。他看不到我，而我进入他的肉身以后还能清楚地看到他，这说明我是个真正死了的灵魂，而他只是暂时出窍。刚才莫名其妙出来，说明我的灵魂还无法和他的肉身牢固的契合。怎么办？难道就这么死去，被抓去投胎吗？我迅速搜索了一下四周，没有黑白无常的影子，心里稍微安定下来。郑驼狐疑地观察了程扰一瞬，修长的手指温柔地拭去程扰脸上的泪水，笃定地说：“不会的，这是你手术后胡思乱想，或者出现了幻觉。现在他的心脏在你的身体里，可能是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。”是吗？程扰压黑的长睫上挂着晶亮的水珠，楚楚动人。会不会心脏不愿意留在我的身体内？别瞎想，郑驼打断他，爸爸已经给你们做了配型，证明很适合你，才给你移植过来的。放心吧，爸爸提前给我们做了配型。我怎么不知道？郑驼取出一个粉蓝色的餐盒，打开，浓郁的香味充斥在空气中，是鲍鱼粥。来，吃一点粥，我熬了很长时间呢。他用小勺舀了一勺，放在口边吹了吹，又用唇轻轻一点试了试温度，才递到程扰嘴边。一小勺一小勺慢慢的投喂，小声的和程扰说着悄悄话，满是的温馨旖旎。我极度的眼眶发热。即使在热恋期间，他也不曾这样对我温柔以待。我知道他会做饭，却从来没有为我做过。他总是要求我要懂事，要体谅他工作的辛苦。我学做饭切伤了手指，血流不止，眼泪汪汪地向他求安慰，他却嫌弃地看我一眼说：“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这么大人了还能切到手指？有厨娘还用得着你做饭？真是多此一举。”我想他能吃上我亲手做的爱心餐，听他哪怕不好吃也虚伪地赞我一声。我变了脸，不再碰厨具。他又转回头哄我：“我是心疼你，家里有佣人，不需要你辛苦，你只要乖乖地做个无忧无虑的阔太太就行，凡事有我。”我太好哄了，几句话就能让我眉开眼笑。爸爸也是，从小就被妈妈批评太宠我了，尤其妈妈去世以后，他对我更是百依百顺。他说，有我在的一天，我就不允许阿福受一点点委屈，这是我对米儿的承诺。米儿是我妈妈的闺名。妈妈去世1年后，继母进门，爸爸当着我的面对她说：“我对你别的要求没有，只有一样，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对待阿福。”继母满脸慈爱的笑，轻抚着我的发梢，我会比亲生女儿更好地对待阿福。有了承诺，爸爸放下心来。继母也的确履行承诺，
我在家里凡事都占先，吃的、用的、穿的都是最好的。程扰和我同岁，总是捡我剩下的衣服穿，我为他抱不平。家里又不是穷，还能买不起2个女儿的衣服吗？继母把我抱在怀里，语气比我妈妈还要温柔。我们阿福就是善良，不是买不起，我是让阿饶从小就懂得，这个家里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，他要懂得感恩。继母把我喂得白白胖胖，我喜欢吃甜食，继母对我有求必应，变着花样亲手做样点心给我当零食，却不允许程扰吃，他经常馋地在旁边咬着指头哭。程扰看我的眼神渐渐冰冷，眼底深处隐隐透着浓浓的嫉妒和仇恨。我觉得他很可怜，偷偷把点心塞给他，要是被继母发现，就会一巴掌打掉他手上的点心，指着他骂半天，吓得我再也不敢偷偷给他吃的，怕连累他被骂。爸爸过意不去，用别的方式补偿他，凡是程扰想学的都会支持他去学。程扰学了舞蹈，会跳优雅的芭蕾，脖子伸得长长的，脚尖直立站着，手臂摆出优美的姿势，像一只美丽高傲的天鹅。我羡慕死了，吵着也要学。继母抱着我哄，阿福乖，你不知道练舞有多累，抻筋骨有多疼，我和你爸都不舍得你受那份罪。年龄渐长，有了爱美之心，我看着自己胖乎乎的手脚，再看看程扰完美的身材，顿时不淡定了，吵着要减肥。继母说，瘦骨嶙峋的人没福气，像阿福这样丰腴的女孩才有福。你爸爸希望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福的女孩，否则怎么给你取名叫阿福呢？爸爸含笑点头，甚至给我买来一对阿福娃娃放在屋里。阿福只管无忧无虑地长大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等你成年，就可以继承你妈妈留给你的产业。妈妈给我留下了庞大的产业，据说她本来就是豪门独女，自身又很会做生意，接手家里的生意没几年，规模就翻了几倍。可惜她劳累伤了身子，最终死于心脏衰竭，爸爸这个资深外科医生都没能救了她的命。所以我理解爸爸执着第一治程扰的心情，可能是想要弥补在妈妈身上的遗憾。可是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用他亲生女儿的心脏来救继女？还有郑驼，他家境贫寒，有个嗜赌又家暴的父亲。初中我们3个同班，他穿着破烂，放学后经常帮助妈妈捡酒瓶子换钱，身上脏兮兮的，还有一股怪味。开学时，老师安排他和程扰同桌，遭到程扰公然拒绝。从那以后，郑驼经常遭遇霸凌，班里的男生为了在程扰面前刷存在感，嘲笑辱骂他，按着他喝卫生间里的水，抢走他身上仅有的几块钱。一天中午，我看到他晕倒在校门口的垃圾箱旁，那时是夏天，他嘴巴微微张开，嘴唇干的一层白皮裂出几道口子，渗出血渍，脸色灰白，裸露在校服外的手臂瘦的骨节高高凸起。我以为他死了，战战兢兢地靠近他，发现他还有鼻息，立刻把手里的矿泉水瓶口对着他的嘴巴倒进去。他被呛得苏醒过来，一边猛烈地咳嗽，一边贪婪地吞咽。喝完1整瓶水，他的精神明显好了很多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嘶哑着嗓子说了声谢谢，踉跄着站起身，又一下子摔倒。我觉得他可能是饿了，把他带到一棵梧桐树下的阴凉处，把包里的饼干给他吃。他一眼看到食物，眼神里爆发出灼灼的光，就像饿狠了的狼崽子看到肉块。他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饼干，拼命往嘴里塞，腮帮子鼓鼓的，不等咽下去又塞进一块，饼干太干，他吭吭地咳起来，饼干血喷了我一脸。我急忙拧开一瓶橙汁递给他，他喝了几口才缓过气来。谢谢你。他垂着头，掩饰着眼里的泪水。他们抢走了我的午饭钱。我顿时明白，他没钱吃饭，又饿又热，才晕倒。会不会中暑？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我热情地提议。不用了。他躲闪着，穷人没那么娇贵。
回到学校，我找到班主任，主动要求和郑驼同桌。都知道我是岳氏集团的千金，在家里的地位远远高于程扰，背地里很多男生为程扰鸣不平，叫我伏诛，却也没人当面为难我，因为为难我的后果是程扰承受不起的。在我的一力维护下，郑驼的日子好过了很多，再也没人敢明目张胆地欺负他。有些暗地里的动作被我知道后，我会直接找程扰，不是我指使的。程扰一脸无辜地望着我，眼泪汪汪。阿福，你不要听人胡说，他们男生的事情我根本不清楚，但是你的话他们会听的哦。我学着韩剧里样子，搓着苍蝇手，祈求说你是他们的女神，郑驼真的很可怜，你就去跟他们说一下吧，好不好？程扰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不知道想到什么，遂笑道：你喜欢他？我一怔，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情窦初开的年纪，有些朦胧的情愫很正常，只是我似乎天生比较迟钝，每天只想着玩得开心，吃得顺意。程扰嘴角微翘，我痴傻的样子取悦了他，他答应去找那些男生说一下。从那以后，连背后的动作也没有了。在我的资助下，郑驼的生活走上了正轨。程扰的成绩一直都是年级第一，到了高中，郑驼慢慢超越了他。高考结束，郑驼以省理科状元的成绩考入了帝都的经贸大，我则一直平平，考了个2本，选了汉语言文学专业。我想过报考工商管理，爸爸说以我的成绩不可能考上像样的学校，与其浪费时间，不如选个轻松的自己喜欢的专业。至于妈妈留下的产业，反正也不指望我经营，有妈妈亲自挑选的经理人管理。其实我私心里是希望能和郑驼在一起，但是他去的那所大学，我是无论如何也考不上的，只好死了心。高2暑假的一个晚上，郑驼向我告白了。我脸上热得像烧红的火炉，胖乎乎的手脚不知道放在哪里合适，生平第一次为自己的相貌感到羞愧。郑驼成了一个长身玉立的俊逸少年，冷白的皮肤，立体的五官，眼睛更是有了一层深邃的意味。过去瞧不起他的女生看他的眼神渐渐有了羞涩，连程扰有时候看到他都会愣怔一瞬。长得再好有什么用，始终是个穷鬼。程扰不屑地撇嘴，随即又转而对着我歉意地笑：阿福，你和我不一样，他穷，你有这辈子花不完的钱，互补。我心里很不赞同他的说法，我知道郑驼是个有志向的人，完全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出人头地，只是我没想到他会喜欢我。这些年对他的帮助，我以为他最多是把我当作最好的朋友，最好的哥们对待。照着镜子端详自己臃肿的身材，胖嘟嘟的脸，谁会把我当女人看呢？可是他真的对我告白了，我的心脏欢快的差点跳出胸腔。我一定会减肥的。我握着拳头对正在殷殷等待我答案的郑驼说。他神色一僵，继而大笑出声，然后抱住我，喉咙里还隐着未完的笑意，郑重地说：阿福，你不需要减肥，现在的你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。我不解地仰起头，迎上他黝黑的眸子，那里面散落着璀璨的星光。我爱的是你那颗钻石般宝贵的心灵。我顿时被这句话感动得泪水滂沱。现在我才知道，这是世界上最令人恶心、最厚颜无耻的谎言，资深骗子最喜欢说。大学期间不在一个城市，郑驼每天和我分享一些日常，早上吃了什么，饭堂里的那道糖醋排骨真好吃，他总是吃不厌。校园花圃里竟然发现了一株四叶草，他摘下来夹在书本里做成标本送给我，他希望我一生一世都幸福快乐。我以为余生都会在这种无忧无虑中度过。满了20岁，我成功继承了妈妈留下的产业，实际上只是走了一些程序，签了一些字，其他的没什么变化。这期间，程扰出国留学去了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和郑驼举办了盛大的婚礼，媒体上高调宣传，很多小女生惊呼：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。
婚后，郑妥本来想去一家外企工作，爸爸却说家里的公司完全交给外人，始终不放心，不如让郑妥去管理。郑妥推辞说自己年轻没有经验，没有能力接手，爸爸给他聘请资深资产管理人带他。他在我面前苦着脸说，我真的很担心辜负你和爸爸的期望。我鼓励他说，只管放心去做，就算倒闭了也没关系，我反正要求不高，这辈子饿不着就好。郑妥很聪明，加上他肯拼命，不出1年时间就独立起来。死过一次我才好像开了窍一般，原来郑妥选专业的时候就打好了主意，或者爸爸早就跟他打过招呼。程扰回国了，程扰还是一如既然的骄傲冷漠，他似乎对于继母有深深的怨念，很少回家，更不见他们母女亲密的场面。相比而言，我倒更像继母的女儿。郑妥和程扰一直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样子，即便在家里偶尔遇到，程扰连眼皮都不会抬一下，把郑妥当作空气。一天，我和闺蜜约着逛街，闺蜜临时被男友叫走，我也顿时没了兴致，打算回家睡一个美滋滋的午觉。一进门，差点和直冲出来的程扰撞个满怀，她脸上怒气冲冲，我以为又和继母吵架了。郑妥从2楼跑下来的时候，我很吃惊，他怎么这个时间在家里？他看到我明显愣了一下，眼神躲闪，表情明显的慌乱。我看到他左脸颊有些泛红，疑惑地问：阿驼，你的脸怎么了？他慌忙用手遮住，很不自然地讪笑一声：没事没事，阿福，你不是和闺蜜逛街了吗？怎么这么早回来？说着，他巡视着我的身边，没买东西吗？平时我只要逛街，没有大半天是不会回来的，回来也是大包小包摆一地。哦，晶晶重色轻友，把我扔下了，我觉得没意思就回来了。我被他一转移话题，立时忘了刚才的疑惑，挽住郑妥的手臂，低声问：阿饶是不是又和继母吵架了？郑妥眼珠迅速转了几下，嫌弃的语气说：可不是吗？我正想劝架，倒被程扰连带骂了。我心疼地说：以后不要管了，反正他们也不是1天2天了，爸爸劝都没用。程扰也是太不像话了。郑妥气愤的眼眶发红，声音里透着罕见的恨意。再怎么说，也是爸爸把他养大的，花那么多钱供他留学，他就一点儿也不懂得感恩吗？连爸爸的话都敢不听。我并没有多想，只以为是郑妥看不惯程扰。程扰的脾气的确很臭，我把这归咎于他从小得到的宠爱太少，尤其有我的对比，他心里不平衡是可以理解的。我甚至有些怜悯他，想着以后一定多多补偿他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竟然是用命来补偿他，还是被我最信任的至亲之人害死的。我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，是从什么时候起的这样歹毒的心思，必须要查清楚，否则我死也不会瞑目。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再次进入程扰的身体，我以灵魂的状态什么都做不了，朝着他的身体扑了几次都失败了。我颓然飘在空中，眼睁睁地看着程扰吃饱喝足睡了过去。郑妥轻轻掖了掖程扰的背角，蹑手蹑脚收了餐盒，轻轻推门出去。我紧随在他身后出了门，才发现竟然是上午，不由得想起了那个怪异的病房，它位于一座6层楼建筑的3楼上。爸爸怎么会在这么小规模的医院动手术？等等，这里不像医院，整栋楼静悄悄的，没有看到其他的病人和家属，甚至连一个护士也看不到。不大的院子外面一片黄土坡，一条通往院门的柏油路，只有2辆车并行的宽度，怎么看也不像在室内，甚至连郊外也算不上。7月的天气已经非常炎热，毒辣辣的日头悬在天上，不到正午就烤得梧桐树叶子耷拉着，树上的知了拼了命的叫，一度让我误以为黑白无常又来了。转瞬一想，它们不敢暴露在阳光下，遂放下心来。可是我为什么可以？百思不得其解。
索性不费脑子，跟着郑驼的脚步进了1楼的一间办公室。爸！随着郑驼的一声称呼，窗前身穿深灰休闲衬衫的高大背影转过身来，正是我爸爸程志， S 省著名的外科医生。眉间皱成了一簇峰峦，锐利的目光投向郑驼，郑驼微不可见地颤了一下。阿饶已经醒了。郑驼努力用轻松的语气舒缓内心的紧张，可是他的精神有点混乱。怎么回事？爸爸带着惯有的严厉声线问。郑驼叙述了程饶醒来后提到我的那些话，爸爸眉头锁得更深，沉默了片刻，才说心理恐惧带来的幻觉，等休养的差不多了，要是还这样，就带他看看心理医生。随即又补了一句，没用的东西。我的眼眶热热的，像是有液体要分泌出来，但我知道我已经永远失去了这种能力。爸爸，我喃出声，为什么？妈妈去世后，爸爸是我最信任和依赖的唯一的亲人。他是我的爸爸呀，他是怎么做到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，取出她的心脏放进另一个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孩身上的？他听不到我，只面无表情地吩咐郑驼好好照顾她。郑驼微微称是，原来他在爸爸面前是如此卑微谨慎的样子，完全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。爸爸开车离开医院，我想跟随他回家看看，却发现我根本出不了院子。或许因为我的心脏在程饶体内，我就被局限于一定的范围里了。程饶休养期间，除了郑驼，没有别人过来，甚至连爸爸都不曾来过病房。继母没有来，他是不知道程饶动手术，还是这个地方太过隐秘，不允许更多人知晓。砰！哗啦，程饶打翻了郑驼带来的餐盒，米饭、清蒸鱼和排骨汤洒了一地。郑驼顾不上被汤水浸湿的衣服，陪着笑脸柔声哄着：“阿饶乖，你要好好吃饭，才能尽快康复，才能回家。除了你，其他人都死光了吗？”程饶满脸泪痕：“爸妈怎么不来？我看到你这张脸就烦透了，你滚，有多远滚多远。”郑驼脸上的恼怒一瞬即逝，放缓了声调说：“爸爸太忙，你知道的，动手术那天爸爸全程操刀，临走还叮嘱我好好照顾你。那我妈呢？阿福已经死了，又不需要再做戏。”程饶那双美丽的丹凤眼瞪的眼珠几乎要突出眼眶，带着一股诡异的阴沉。做戏？什么意思？这些年继母对我的好，对他的冷漠无情都是装出来的。做戏的人除了继母和程饶还有谁？包括爸爸和郑驼吗？难道我20年来一直生活在一群戏精之中？郑驼躲闪着不敢看他，这里不适宜太多人知道。果然如此，这是一个隐秘的场所，一个杀死我也不会有人知道的地方。他们要怎么对外解释我的失踪呢？阿饶，别闹了。郑驼沉下脸来，语气凝重：“你知道为了把阿福的心脏移植给你，爸妈和我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？即便现在还有很多善后的事情要做。”程饶一听这话，精神又狂躁起来。这些天他经常这样无法控制自己。他尖声大叫，捂住耳朵闭了眼：“不要，不要！他还没死，他还在这里，他要抢走我的身体。”郑驼郁闷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没有像以前那样极力安抚他，而是转身出门。回来时手里拿了一根针管，强行压住程饶的一只手臂，把针管里的药推了进去。不一会儿，程饶昏昏睡去，郑驼才长舒了一口气。他眸色阴沉地看着床上的程饶，眼瞳里翻涌着滚滚暗黑的波澜。我脑海里被刚才的念头纠缠着，越发像一团浆糊一样，无意识中附在程饶的身体上。猛地睁开眼，我又进来了。好在郑驼正在专心收拾地上的狼藉，没有注意到我。我慌忙闭紧了眼睛。此刻程饶灵魂的声音喧嚣在我耳边：“你这个肥猪，你给我出来！呜呜，你又抢我的身体！呜呜，
我不理他，甚至连看也懒得再看他。我还不清楚进来和出去有什么规律，但是这次要千万小心，不能再被程扰趁虚而入。郑驼再次拿着餐盒来的时候，我正斜靠在床上，眼眸深深地看着他。他很敏锐，立时感受到了我的异样，狐疑地盯着我的眼睛，和我对视了几秒钟，眼神中忽地闪出一抹恐惧。我慌忙收回了目光，现在还不能让他知道这具身体的内核已经换人了。阿饶，他试探地叫了我一声，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我的反应。你怎么这么晚才来？我都饿坏了。我学着程扰的语气厉声指责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。郑驼转瞬换了一张笑脸，都怪我，中午阿扰没吃饭，我应该早一点来的。他急忙打开餐盒，取出米饭和几样菜肴，摆在小餐桌上，放置在我面前。我趁机看着这个深深爱过的人，从懵懂到成为他的妻子，前后15年的时间。在这一刻，我突然发现我从来都不认识他。我很想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要杀死我？他主动参与了，还是被动接受？其实主动参与或是被动接受有区别吗？对我而言没有不同，都是背叛。现在我谁也不相信，必须自己想办法去查。假装乖巧地吃完了饭，瞪着郑驼那张英俊的脸，说我要吃巧克力蛋糕。郑驼一惊，似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盯着我问，阿饶你说吃什么？吃巧克力蛋糕，曲奇饼干，喝奶茶。我吐字清晰，不行，你这只腐猪，不许你糟蹋我的身体。程扰飘在半空中咆哮。我趁郑驼不注意，甩给程扰一个幸灾乐祸的眼神。程扰在我眼前陀螺似的疯狂打转。阿饶，你从小就不吃甜食的。郑驼犹疑地说，吃这些会让身体长胖，你不是最讨厌阿福的样子吗？还有，胖了怎么跳舞？我摔着手，划拉开餐桌和床上的一本书，做事去把手臂上的输液针。我现在就想吃。小时候是你们强行不让我吃，现在我偏要吃，都死了一回了，凭什么还限制我？好好好。郑驼赶紧投降，伸手按住我的手臂，不让输液针松动。这就给你买，以后每次来都要带着，否则我就不吃饭。在程扰灵魂绝望的嚎叫中，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身体胖了2圈。自从身体发福，郑驼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怪异，他经常看得失神，有时候恐惧得不敢直视我。拿了一面镜子，我惊异地发现，镜子里的人就是阿福。出院那天回到家里，打开房门见到爸妈的一瞬，他们震惊地呆立在当地，嘴巴不自觉张大，连一向冷静沉着的爸爸眼里都满了深深的恐惧。我笑着和他们打招呼，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啊！继母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惊叫，脸色煞白，眼珠一翻就要倒下去，被爸爸一把扶住。阿福！爸爸发出嘶哑颤抖的声音。爸妈，你们不要害怕，他是阿饶。郑驼紧走几步，扶住继母按压人中。之前跟你们说过，阿饶胖了很多。继母哎呦一声清醒过来，依然瞪着惊吓过度的眼神，像见了鬼似的看着我。还是爸爸沉稳，很快恢复了理智，咳了2声缓解情绪，口里还是不禁喃喃：怎么会？爸妈，我是阿饶啊。我露出甜甜的笑容，这是典型的阿福表情。程扰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笑容？爸妈再次惊惧地后退了2步。对不起，让你们受惊了。我装作歉疚的样子，低了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醒来以后就特别爱吃甜食，好像要把小时候没有吃到的都补上。当然，程扰的灵魂也跟随回来了，他正盘旋在空气中，一会儿对着爸妈哭得声嘶力竭，一会儿朝着我口吐芬芳。我已经习惯了他的存在，能够做到对他视而不见。这段时间，我小心地表现出很平静的样子，
不让自己再被注射镇定剂，也不允许自己再生出逃遁的念头，把一切能想到的避免脱离肉身的可能性都谨慎地避开。费了半天功夫，他们才接受了我的确是程扰的事实。不行，你必须减肥。继母拍着我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阿扰，你知道我为了把你塑造成完美的女人，费尽了多少心思？你看看你现在，简直和阿福一个模样，以后怎么跳舞？”我不跳舞了。我斜着眼睛看继母：“你不是对阿福说跳舞太累，抻筋骨太疼吗？”傻孩子，我不那么说，他就不会养得像猪一样了。继母细长的眼睛里闪过狡黠：“你这还不懂？”在他的陪衬下，我的女儿更光彩夺目了。原来他是为了让我陪衬他女儿的优秀而把我养废的。反正我不跳舞了。我倔强地摇头。阿福死了，他的钱是不是都会给我？我有这辈子花不完的钱，还那么拼命干嘛？这只是我的猜测，于是说出来试探一下。果然，继母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是啊，我的女儿这辈子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，真是打着我财产的主意。按理说，我死了，名下的财产属于爸爸和郑妥，就算程扰想要，也要等到爸妈去世以后吧。”看郑妥对待程扰的态度有些费解，像是很爱他，又像是并不爱，我分不清。我急切地想知道爸爸亲手杀死我的原因，这件事就像一把插在我胸口的刀一样，时时刻刻痛得彻骨。我身体逐渐恢复，爸爸和郑妥对外说阿福因为遗传性心脏病发，就去国外治病去了。毕竟有妈妈的病史，没有人怀疑。出国治病，然后呢？我直勾勾地盯着爸爸的眼睛，他有些不自在地躲闪，闷着声说：“半年后宣布不治身亡。”我笑起来，要是有镜子，此刻的笑容必定是悲伤的。你不要管，照顾好自己就行。爸爸粗暴地说完，疾步离开。一天夜里，我被程扰的灵魂吵得烦不胜烦，睁开眼睛，听见院子大门打开的声音。一看时间，已经午夜12点多。跳下床，跑到窗前，正看到爸爸的车子开出去。这么晚了，他去哪里？我想到了那个怪异的院落。继母有失眠症，每天晚上都吃安眠药入睡。我用最快的速度套上衣服，开了程扰那辆宝马 mini 出来，可是早就没了爸爸的影子。郑驼带我回来的时候也是夜晚，车子四周是封闭住的，他让我睡一觉。我假装睡着，实际上眼睛眯着一条缝，极力想看清前方的路线。凭着天生敏锐的方向感，我知道那个院落应该在城市西北角。我一边努力回想，一边沿着记忆中的方向开过去，始终没有看到爸爸的车子，心里暗自着急，是不是方向错了？你干什么跟踪爸爸？想探查真相？哈哈哈！程扰自然是跟着来的，在我耳边喋喋不休。查出来又怎样？你还能活过来吗？哈哈哈！我目不斜视，淡淡的说：“我这不是已经活过来了吗？”程扰倏地一僵，耷拉下脸，几乎要哭出来。你这个不要脸的小偷！贱货！卑鄙的死腐猪！告诉你吧，家里没人爱你，包括郑驼。程扰咬着牙恶狠狠地说：“郑驼真正爱的人是我，他爱而不得，又想跟在我身边，又看中了你的钱，才跟你结婚。否则，你凭什么认为他会看上你这只丑陋的肥猪？”我大概猜到是这样，但是这些话仍旧使我心如刀绞。车子在路上晃了晃，又平稳地驶向前方。摸索着将近2个小时，才拐上了那条狭窄的柏油路，远远看到院子里暗淡的灯光。我心里一喜，不敢让车子靠近，自己悄悄地走了过去。院子里果然停着爸爸那辆奥迪，夜里前行，他开这辆车不容易引人注意。我的灵魂去过的那间办公室里传出低低的说话声，我越发放轻了脚步，蹲在窗户根下凝神倾听。这次手术非同小可，你务必保证成功。
一道沙哑苍老的声音传出来：“我没问题，重要的是那批工体出了状况。”爸爸刻意压低了的声音：“真是一批废物，竟让警察盯上了。”苍老声音有些懊恼：“不管怎么样，你尽快配刑，等不了了。”沉默，蛐蛐滋滋的叫声此起彼伏，在静谧的环境中格外清晰刺耳。我极力屏住呼吸，那也得保证安全。爸爸的语调强硬了几分，不能为了他一个人把我们都栽进去。嘿嘿，这件事做不好，我们一样没命。那就让别人做吧，我接不了。椅子拖动的响声，似乎爸爸要出来。我一惊，正想溜之大吉，又听苍老声音说：“你没资格决定，不要忘了，你杀了自己的老婆，又亲手杀了女儿，想脱身。”呵呵，我悚然一惊，他杀了我妈妈？我妈妈不是劳累导致的心脏衰竭而死吗？夏夜里额上浮起一层层冷汗，又是一阵沉默。说好了，做完这一次，我退休了，再威胁也没用。仿佛听到爸爸咬牙的咯咯声，否则我们就同归于尽。同归于尽！嘎嘎，苍老声音笑起来，像是暗夜里猫头鹰的叫声。那个人的手下会允许你有机会去自首？何况停顿了1秒钟，那个声音又响起来：“你卧薪尝胆30年，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基业，舍得拱手让人？嘿嘿，不要说我不提醒你，你那个女婿就是当年你的翻版。”哼，就他。爸爸语调阴质冰冷：“还不够资格？你死了，他就够资格了。”又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。好吧，爸爸语气缓和下来：“只要工体过来，我会尽快配刑，就看你做事的效率了。”我知道他们的谈话告一段落，刚要悄悄地溜出去，不想脚下踩了一块什么东西，发出咔啦一声轻响，吓得我心脏差点跳出胸口。谁？爸爸异常警觉，这么微小的声音也被他捕捉到了。爸爸急速窜到院子里，四处张望。此时的我放平了身体，趴在通往2楼的缓步台上，大气也不敢出。幸亏今夜没有月亮，凭着 T 台的高度，从下面看上来应该不容易被发现。我不敢往院子外面跑，那样爸爸一打开门就看到我了，我肯定跑不过他。听他们的谈话内容，爸爸似乎是加入了什么器官买卖的非法组织，要是被他们知道我听到了他们的秘密，估计会杀了我灭口。毕竟他的亲生女儿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杀掉，何况是程扰，我可不想死第2次。听到爸爸的脚步绕着楼走了一圈，然后举步向着楼梯过来，我紧张的一身冷汗，裙子贴在后背上，湿哒哒黏腻腻的，冷凉一片。眼珠向着楼上瞄去，考虑着能不能爬上去，但是不行，我一动爸爸就会看到我。非常后悔刚才为什么不趁他绕到楼后面的时候赶紧上去，那时候害怕那个苍老的家伙正站在楼下盯着，就没敢动。心念急转，万一被他抓到了，要找什么样的借口？还是直接跪在地上哀求他，保证不说出他们的秘密，或者假装失忆装疯？爸爸的脚步声踏上了第1阶台阶，第2阶，我差点控制不住喊出声来。喵呜！一只纯黑的野猫嗖的一下从台阶上跳过去，迅速隐没在黑暗中。是只猫。苍老声阴郁了一口气，淡淡的说。爸爸没有作声，也没有动静。我屏住呼吸，纹丝不动。我知道爸爸比任何人都要细心谨慎，且性情多疑。像是过了1个世纪，终于听到爸爸下楼的脚步声，带着一贯的谨慎放得很轻，却明显松弛了很多。我回去了。爸爸说完，走向院子里的奥迪，很快疾驰而去。我僵直着身子，等到那个苍老声音的瘦长身影也离开，才缓缓直起身。爸爸回去发现我不见了怎么办？刚刚放松下来的心又一次悬了起来。家里客厅里的灯没有打开，一个高大的黑影在中间滞留了片刻，转而去了厨房。轻微响动过后，他手里握着一杯牛奶上2楼，
在我的卧室门前停住，叩门。沉闷的嘟嘟声在寂静的空间里分外明显。爸！我从客厅的沙发后面起身，疾步跨了2级台阶，才朝向2楼的那道身影。您找我？黑影顿了一下，转身看下来，语气森冷，透着嗖嗖的寒意。阿饶，怎么不开灯？我按下开关，客厅里刹那间光芒四射，光线耀的眼睛有片刻睁不开，眯了一会儿才适应。你一直坐在那里干什么？爸爸一边下楼梯，一边盯着我的眼睛看。做了个噩梦，醒来睡不着了。我有气无力地回答，慢悠悠地坐到沙发上。爸爸在我对面，犀利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，眸光阴沉。他递过手里的牛奶，我顺手接过来，倒了声谢，放在口边慢慢呷着。怎么穿了出门的衣服？爸爸突然问，声调突兀的高，我的手哆嗦了几下，差点把杯子掉到地上。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表情，装作懵懂的样子。不知道，醒来就是穿的这个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换的。爸爸审视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我的脸。你最近精神有些恍惚。我点点头，扬起迷茫的眼睛，带着梦一般的声音说，我经常分不清自己是程扰还是程阿福。爸爸神色舒缓下来，垂眸沉思一瞬，说，移植了阿福的心脏，可能会带着他的一些习性，不过我相信这是短期现象，只要你控制住自己的心神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很快就会恢复正常。他站起身边走边说，这是医学界的谜题，改天我找个好心理医生给你看看。再去睡吧。我回到自己的卧室，冲了个澡，浑身放松下来。要不是我抄了近路回家，这次铁定被爸爸抓个正着。以前闲得无聊，整天约着闺蜜到处闲逛，尤其喜欢在偏僻小巷子里淘美食。这座城市的那些隐藏的小路，我几乎都去过。把车停到了小区外的免费停车场，一个人悄悄地溜回来，刚进了客厅，就听到爸爸的脚步声，吓得我没敢冒险上楼，只得缩在沙发后面，打算等爸爸回了卧室再上去。没想到爸爸竟然先去敲我的门，难道他发现车子不在？幸亏他没有问，要是问，我不知道怎么回复才能不被怀疑。程扰的灵魂可能跳得累了，或者今晚发现的秘密让他有点回不过神来，反正他消停多了。折腾了大半夜，我也累得身心疲惫，在凌晨细微中沉沉睡了过去。第二天上午9点多醒了，侧耳听去，爸爸早就去了医院，继母正在客厅外面会客。他的客人都是一些闲极无聊的阔太太，在一起不是打牌就是闲扯，我盼着他们能出去购物。阿饶，你醒了。继母看到我立刻迎上来，端详一下我的脸色，你去梳洗，妈妈给你拿早餐。不用了，我懒懒地说，妈，那些衣服我穿不下了，又没力气出门，你去帮我买。继母忧虑地看了看我的身材，摇头叹息，好吧，你在家休息。把继母他们支出去，我迅速跑到父母卧室，从窗前的一个景泰蓝摆屏里摸出钥匙，潜入了爸爸的书房。作为受宠爱的女儿阿福，有一次我闯入他们的卧室，看到过爸爸往瓷瓶里放东西，想来必是钥匙，果然。呵，原来你不是草包。程扰灵魂在我眼前转着圈，阴阳怪气，我把它当作空气，它也的确是空气。平时爸爸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他的书房，即便如此，抽屉仍是上了锁的，各种物件摆放有序。我摸索了半天，挤出了一头汗，才在书橱角落的一本厚重的书后面找到。笔记本电脑竟然也锁在抽屉里，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我打开一看，需要密码，真是层层防范。这样的爸爸对我来说，就像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一样，心里骤然升起一股恐惧。尝试了几个数字都不对，爸爸的心思深奥难测，不禁一阵颓丧。破解不了密码，就发现不了什么。爸爸是不可能把隐秘的东西放在明面上的。忽的心思一转，我尝试着输入妈妈的生日，哗的一下页面展开，我高兴得差点欢呼出来。
急忙四下张望一瞬，又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，点开一个叫 Secret 的文件夹，里面全是视频。第一个视频的画面就让我胃里翻江倒海，差点吐出来。传说中的嘎腰子场面就这么血淋淋地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扶着桌子干呕了几声，稍微舒缓了一下情绪，我颤抖着双手把准备好的 U 盘插进去。我已经没有勇气看后面的东西，也害怕突然间爸爸回来，先拷贝下来带走。我喘息着等待进度条走完，蹑手蹑脚潜到门前，拉开一道缝，倾听外面的动静。大门开启，有人的脚步声进来，我的额上倏地冒了冷汗，惊恐地跑到电脑前，看到进度条已经进到了 95%。 姑爷回来了，佣人刘杰打着招呼。郑驼随口应着，径直走向楼梯，迈步上来。他要去找程饶？我胡乱猜想，但愿是。不对，他朝着书房来的。阿福的卧室在2楼东边，靠近爸妈卧房的位置，阿饶的卧室在西边。书房在3楼，郑驼在上通往3楼的台阶。我赶紧把门关紧，他没有钥匙进不来，不要怕。郑驼的脚步走到门边的时候，进度条终于走完，我迅速拔下来塞进口袋，把笔记本关闭收回抽屉里。门锁转动，他怎么会有钥匙？钥匙不是在我手上吗？我慌乱地锁了抽屉，快速跑到书架前。正在这时，门开启，郑驼闪身进来，他的目光一下子与我的撞上，倏地瞪大，神色惊惧慌张，一看就是偷偷溜进来的，没有经过爸爸的许可。我顿时心神安定了一些，强装出一副自然的惊讶表情，先发制人：郑驼，你怎么会有书房的钥匙？你进书房干什么？郑驼瞬间的慌乱之后，迅速调整表情，脸上肌肉抽搐几下，露出一个僵硬的笑。爸爸让我来的，声音无力，微微颤抖，一副心虚的样子。啊，真的？我直直地逼视着他，那我打电话向爸爸确认一下。别。郑驼变色，继而盯着我看了1秒，语气沉稳下来。阿饶，你来也不简单吧？我很佩服他的应变能力，头脑清醒。阿饶，请相信我，我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你的事情。他用了祈求的眼神对着我，我所做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。我瞥了一眼程饶的灵魂，他眼神呆滞，青白着脸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是，我和你有什么将来？我嘲讽的语气激怒了郑驼，他咬着牙说，我喜欢了你这么多年，难道你对我一点感动都没有吗？我此时担心爸爸随时回来，只想立刻离开这里，根本没有心思听他倾诉衷肠。楼下隐约有院门开启的声音，我和郑驼都有点慌神。这话留着跟阿福说吧。我急速绕过他，冲下楼梯，回到2楼的卧室，慌乱中差点习惯性的回东边的房间。原来是继母回来，他途中接到爸爸的电话，要他回家帮他取一份文件交给秘书。我陡然惊觉，钥匙还在我兜里。我猛地打开门，疾步跑向父母的卧室，把手里的钥匙扔进瓷瓶，发出哐啷清脆的撞击声。拉开门打算逃回去的时候，正对上继母惊讶的眼睛。阿饶。继母一见是我，瞬息缓了神色，一脸关切，你吃饭了没有？心口还憋闷不？我迅速垂眸，不让他看清眼中的慌乱，柔声回道，好多了，我也要去逛街。继母亲昵地揽着我的肩膀，笑着说，好，等过几天身子再硬朗些，妈就陪你逛街。哼，我才不要你陪。我扭了身子，背对他。哎，你这孩子从小就性子孤僻，要是有阿福那么随和，妈就别提他。我暴躁地吼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听到我的名字从他那张涂得红嘟嘟的嘴中说出来，到位得很。哎，你还是生我和你爸的气。继母悠悠吐了口气，当年也是没办法，不能让人知道你也是你爸的女儿，
否则你爸的名声就会受损。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。我震惊地张大了嘴巴。闭嘴，别像个白痴一样。耳边响起程扰的怒喝。我一个机灵回过神来，怔怔地扫了一眼继母愧疚的表情，假装生气，一声不吭地开门走了。回到程扰的卧室，我疑惑地看着飘在空中的他。这回你知道我有多么恨你了吧？他恶狠狠地瞪着我，眼里的火像要喷出来把我点燃。我明明也是爸爸的女儿，但是却被养在不见阳光的角落里很多年，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却又要顶着妓女的名头，处处挨你一头。可是最终还是你赢了。我委屈的泪水盈眶，怪不得我们的心脏能够配型成功，爸爸最终选择了你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他的杏核眼闪闪发亮。我茫然摇头，喃喃道：因为你优秀。不。程扰神情变得凝重悲哀，他们完全可以把你也养得优秀，真正的原因是爸爸恨你的妈妈月敏。我再次傻傻地张大了嘴巴，眼神惊疑不定。你和你妈一样蠢。程扰咬牙切齿地说，爸爸当年是山沟里考出来的穷学生，攀上你妈妈跨越了阶层。郑妥也是，活脱脱爸爸的翻版，他对你明晃晃的居心你都看不出来，活该蠢死。可是我嗫嚅道，爸爸本身就很优秀，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赢得这一切。哈哈哈，程扰大笑起来，你可真是清澈的愚蠢。有几个人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实现阶层跨越的？所以你死的一点儿也不冤，赶快滚出来，把我的身体还给我。我怕你连累死我。我妈妈到底怎么死的？你从开始就知道。我怒视着他质问。我也是前不久听到的。程扰躲闪着我的目光。我听到妈妈埋怨把财产全都留给了你。爸爸说他也没想到月敏会提前立了遗嘱，看来他已经发现了异样，只是没有力气去报仇了。想到妈妈临死前痛苦无助的样子，我的眼泪簌簌而下。妈妈，我一定要给你报仇。程扰，到死我都不会再把身体还给你。我语气森冷，这是你欠我的。他们想用我的心脏给你续命，但是现在我却得以在你身上获得重生，这是天意。你想干什么？程扰厉声问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这还要问吗？当然是报仇。程扰雾气般的影子晃了晃，低垂了头，双手弯曲握紧。过了一瞬，他抬眼看着我说，好，我帮你。你？我惊疑地问，不相信程扰会说出这样的话。程扰点头，我是恨你，但这是爸爸的错，他不该有我和妈妈了，还要再和你妈妈在一起。说到底，他是嫌弃我妈妈出身贫寒，不能给他带来好处，是他的贪心造成的恶果。程扰的眼中有泪光，我不喜欢你和我抢爸爸，但更不喜欢自己的爸爸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凶手。在看到那些视频之前，我一直欺骗自己，爸爸只是在我和你之间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，说到底是爱我更多一些。程扰的声音里带着哽咽，我没想到他竟然为了钱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。我顿时对程扰刮目相看，伸出手想要握他的手，他倏地一下缩回去，冷笑道，你这个笨蛋，还是这么轻易地相信别人，你迟早害死我。我一时分不清他话语的真假。程扰悠悠叹了口气，说，我知道爸爸杀你妈妈是用了一种眼药水，无色无味，超过一定的剂量，长期服用会带来心脏衰竭，验尸也不容易发现。跟我来。程扰说着飘了出去，我犹豫一瞬，立即跟随。继母正在厨房里和厨娘商量中午的菜谱，我和程扰偷了钥匙回到书房，郑驼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离开。打开这个抽屉，里面有这个药物的检验报告。我按照程扰的指示找到了那份文件，原来这个药物叫四氢唑林，一种无色无味的致命毒药，大量摄入会关闭人的中枢神经系统，限制重要器官的血液供应，导致心脏病发作，
致人死亡。可是即便知道，过去这么多年，早就没办法找到证据。我又打开电脑，拷贝了一些音频文件。爸爸非常狡猾，和那些人做交易，他留足了可以保护自己的证据，好像很痴情似的，竟然用了你妈妈的生日做密码。程饶冷嗤一声，飘去门口望风。我想，不是他痴情，只是我妈妈的生日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，已经不会再有别人知道。毕竟，我妈妈是他人生路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，印刻在他的灵魂里的人。藏好 U 盘，打算去报警的时候，程饶拦住我，神色悲戚。我知道他心里的不忍和不舍，我又何尝一点感觉也没有。必须尽快，他们不是说有一批工体被警方盯上了吗？为了阻止他们伤害更多的人，必须让警察把他们抓起来。我咬咬牙，坚定地看着程饶，他最终让开了路，飘在我身后。刑警大队长是个高大英俊的男人，他看了我的 U 盘，震惊的半天说不出话。他立刻召集了人马分派任务，人手不够，又调集了其他地区的特警，为了防备他们互相传信逃跑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几处窝点同时出击。抓捕行动非常顺利，虽然恨爸爸，但是仍旧不想亲眼看到他戴上手铐的囚徒模样。想回家收拾东西，那里肯定不能住了。刚打开大门进到客厅，居然一只大手从身后伸出来，猛地捂住我的嘴。听到程饶在后面啊的一声，我拼命挣扎，却被死死地箍住身子，拖向楼梯口。继母速抖着站在沙发旁边，哭着哀求，肯定不是阿饶。放了阿饶，她是我们的女儿啊！程饶也在后面叫着。爸爸，程志竟然没有被捕，他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我一只手死命抓住楼梯扶手，不想上去。我知道一旦进入书房，程志会对我做出什么事。贱丫头！程志气喘吁吁的，咬着牙根骂：我不惜杀了阿福救了你的命，你却恩将仇报，竟敢去书房偷我的东西去举报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个白眼狼？早知道任由你去死。他松开捂住我嘴的那只手，去掰我抓住扶手的手。我终于得以大大的吸了一口气，肺里一下子充满了氧气，我的力气恢复了一些。你杀我妈妈，我要你给她偿命。程志像被瞬间卸去了全部的力量，陡地放松了对我的钳制。我一下子挣脱了他的掌握，转过身对上他惊得目瞪口呆的神情。这就是妈妈曾经全心爱过信任过的男人，他表面上扮演着深情的丈夫，背地里却对他下毒。他知道真相的那个瞬间是多么悲痛和绝望啊！你到底是谁？程志突然脸型扭曲，目光狰狞，声音却抖得像筛子。我凄然一笑，扬起下巴，我是阿福，被你活活摘掉心脏的阿福。我又活过来了。啊！继母一声惊呼，白眼一翻晕了过去。程志一脸惊惧，不由自主地后退，摇着头，不可能，不会的，你不是。我步步紧逼，你好好看看我这张脸，不是阿福是谁？阿饶已经死了。程志在我脸上逡巡几圈，面如死灰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人的元神储存在心脏里，心脏被移植到哪里，元神就在哪里复活。我斜斜勾起唇角，嘲讽地笑。你没想到吧？杀死我给程饶续命，却让我得以借着程饶的身体复活，来向你报仇。程志神情一阵恍惚，一道狠厉的光陡然从那双充满恐惧的眸子里射出，我蓦地感知到危险，急忙向门口跑。可是已经晚了，程志从后面一把抓住我，一条坚硬的手臂勒住我的脖子。不管你是谁，背叛了我就得死。我顿时感觉一阵窒息，纤细的脖颈仿佛随时会被折断，头脑中一阵阵晕眩。我感觉又要死了，灵魂在身体里飘忽不定。也好，就这样把身体还给程饶吧，反正我的大仇已报。
又看到那位高大英俊的刑警队长了，他正举着枪勒令程志放开我，可是我知道程志不会放的，他死也会拖上我。砰！脖子上的力量骤然消失，身体被后面倒下的力量拖得摔在地上。我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的氧气，迷蒙的眼神渐渐清明。我还活着。我看到爸爸的灵魂就像一缕黑烟，不等停留就被吸进一个黑色的容器里。黑白无常又出现了，他们翻着白眼看了看飘着的程扰和地上的我，摇了摇头。先回去吧，过几天再来收。不知道是谁在说话，声音尖锐如哨。我和程扰对视一眼，不知道他们说的是谁。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了必须活着的执念，把身体还给程扰也不错。但是我很快发现，灵魂已经和这具身体牢牢地契合，凭着自己的力量无法脱离。程志的尸体被带走，继母从昏迷中醒来，呼天抢地，和我目光对视的一瞬，又吓得连连后退，大叫着：“鬼呀，鬼呀！”翻着白眼昏过去，再醒来已经哭哭笑笑，疯了。程扰围着继母亲，白着脸哭，看得我有些不忍。如今想走也走不了了，程扰的灵魂不能离开肉身，距离太远，而他又不想离开继母，哪怕只是在空中看着也好。我只得住下来，搬进了原来的卧室。咨询了律师，我写了一份遗嘱，把名下的资产打包卖掉，得到的钱全部捐给国家慈善机构。程阿福的死亡还没有宣布，我用自己的笔迹订立了遗嘱，时间提前到我被害之前，经过公证，很快生效。郑驼风风火火地跑来，砰的一声撞开我的门。没有证据证明他参与了非法组织，所以他被拘留几天放出来了。阿饶，公司为什么要卖？他眼睛瞪得溜圆，怒视着我。是阿福早就定下的遗嘱，我也没办法。我轻飘飘地说。胡说，我怎么不知道？阿福不可能定这样的遗嘱，肯定有问题。他控制不住地咆哮，把遗嘱给我看看。肯定是假的，经过了公证，怎么可能有假？我斜睨着他，是阿福的笔记，没错。他狐疑地打量着我，一把抓住我的肩膀，急切地说：“阿饶，阿福和爸爸留下的产业也有你的一份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结了婚，这些就都是属于我们。”呵，我使劲挣开他的手，冷笑一声，露出真面目了。你并不是真的爱阿福，也不会真的程扰，你看中的就是钱。不，阿饶，我是真心爱你的，你相信我。郑驼握住我的手，语气紧迫。我承认对阿福一点感觉也没有，只是觉得他很善良，又崇拜我。男人总是对仰慕自己的女人无法产生恶感。但我和阿福结婚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能够接近你，能够经常看到你。他的眼神灼热，让我不由一阵酸楚，又一阵愤怒。他真的爱程扰。我们结婚，想办法让那个该死的遗嘱作废。他突然眼睛一亮，紧紧盯着我的脸。对了，你扮演阿福，没人会认出来。太好了。他为了自己的奇思妙想，兴奋地搓着手来回打转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在爸爸的监视下，他一直没有得到太多实质性的好处。上次他潜进爸爸的书房，可能也是想找到什么能够扳倒爸爸的东西。啪的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，狠狠地盯着他。你好好看看我是谁。他怔了一息，仔细审视我的脸，神色狐疑中带着惊惧。阿福，他发出干涩颤抖的声音。你是真的阿福？你没死？我苦笑。阿福已经死了。郑驼神情恍惚了几秒钟，忽的脸现惊喜，又一下抱住我。阿福，你没死太好了。说着拉着我，快去宣布遗嘱作废。你爱的是阿饶，我应该跟你离婚才对。阿福，不是的。郑驼突然单条腿跪在我面前，求婚的时候他都没有跪过。我震惊地看着他。阿饶从来没有瞧得起我，
我只是不甘心，你知道的，男人都有一种征服欲和占有欲，他越是高高在上，越是不把我看在眼里，我就越想征服他，把他压在身下。他的眼神暗沉阴鸷，又透出贼亮的光，越说越亢奋。凭什么？他就是个贱货，他妈是小三，她是个私生女，有什么资本高傲？程扰看着他，露出厌恶的神情。这么说，阿饶和阿福你都不爱？我用嘲讽的语气说，娶阿福的目的只是为了钱。你不一样，你对我好。郑驼摇摇头，收回了眼中的狂野。除了我妈，你是对我最好的人。我早就后悔了，阿福，我很后悔眼睁睁地看着程之害死你。眸子里竟然蓄了泪，真是个戏精。阿福，现在一切都回到原点了。郑驼殷切地看着我，对外就说死的是程扰，反正有病历证明他的心脏病。我们还是一切如旧，好不好？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爱你，一辈子对你好，弥补以前对你的亏欠。晚了，郑驼，你不需要再演戏了。突然有点疲惫，我懒得再跟他纠缠，你走吧，本来就不属于你的东西，贪心只会给你带来毁灭。郑驼见我心意已决，顿时冷了脸，眼神阴鸷，一把抓起书桌上的裁纸刀，顶在我的脖颈上，压低了声音威胁说，修改遗嘱，把资产都放在我的名下，快，否则你就再死一次。脖颈处一丝疼痛，锋利的刀刃割开了一道口子，我又一次感受到那种干巴巴的痛，肌肤与金属抵抗的疼痛。累了，我放弃了反抗。好啊，我们就同归于尽。我轻松地笑着，你敢吗？你这个又贪婪又懦弱的废物。阿福，你不要激怒他。程扰惊恐地叫。来不及了，郑驼完全失去了理智，刀锋深深地刺进了我的喉咙，割开了我血管，暖热的液体汩汩地流淌出来，眼前是郑驼癫狂的笑。我的灵魂一下子脱离了肉体，飘到了空中。阿饶，我把身体还给你了。你这个混蛋，你把我也害死了。程扰愤怒地用头冲撞着我。啊，是吗？我以为是还给他了，失误。黑白无常带我们离开之前，我看到郑驼被英俊的刑警队长带走，心里掠过一个念头，我怎么会看上郑驼这种油腻男生呢？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，刑警队长才是我的理想型。下辈子吧。黑无常尖锐如哨的声音对我说，你还有一段母女情没有完结。